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3·8辣椒鱼。哇，这会很辣吗？放心好了，辣不辣个人喜欢，主要是舅舅会提供一个非常简易做法，作为家常料理很简单方便，喜欢吃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。是的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色拉鱼4只，清理干净后，在表层抹点盐和黄姜粉去腥。这鱼不一定要选用色拉鱼，干望鱼、黑鲳、马鲛鱼切片等等都可以，选购海鲜当然是新鲜最关键了。接下来再抹点黄姜粉。鱼腥味里有一种3甲胺类的成分，姜黄里的挥发性精油可以压住这种腥气，让鱼吃起来更清爽。而且姜黄含有姜黄素，有轻微抗氧化作用，可以让鱼肉在煎制时不容易变黑。不过黄姜粉好处多，但也不能放太多，不然会有点苦涩，一般1茶匙就足够4条鱼了。罗望子膏加点水拌匀。接下来准备香料部分，搅拌器倒入洋葱100克，切细蒜瓣70克，小红葱70克，新鲜红辣椒2条，切细，辣椒干10条，洗净后泡软，最后再加入食用油60克。舅舅今天分享的这是少油少盐做法。接着把所有食材搅拌成糊，粗一点更有口感，细一点更顺滑，纯粹是个人喜好。然后再把搅拌后的香料全部倒入锅内，炉开中低火，慢慢炒香，不要急火猛炒，否则会焦。要炒到水分蒸发，油开始分离出来，俗称出红油，这样才会香，不会有生辣味。炒至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了。辣椒颜色变深，出油后开始调味，白糖25克，盐5克，1小匙蚝油或鱼露都可以。接着再将预先备好罗望子汁过筛加入，继续拌炒均匀。煎中可以加入2片斑斓叶添香。因为这是少油食谱，为了不让完成后的3·8酱太干，可以在香兰叶溢出香气后，再加点瓶装番茄酱与适量清水。继续煮开，炒到辣椒酱汁浓稠，颜色深红油亮即可。放凉后可以装瓶，冷藏能保存1到2周。起货前加点洋葱圈拌一拌，搁置一旁备用。开始来煎鱼，热后再下冷油，油热后再将鱼下锅油煎。鱼下锅后不要急着翻动，先定型，一面大约煎3到5分钟，看到鱼边缘金黄，鱼皮能轻松离锅时，再轻轻翻面。煎鱼看似简单，其实细节很多，掌握得好，鱼才会外皮金黄酥脆，里面鲜嫩多汁，而且不会散掉。一直煎至2面金黄熟透即可离火。煎好的鱼先放在吸油纸上，保持鱼皮酥脆。鱼一上桌，空气里先飘出那股辛辣与酸香混合的香气，光闻就让人食欲大开。鱼皮被煎得金黄酥脆，3·8酱紧紧裹住鱼身，油亮中带着鲜红，看起来就特别诱人。第一口咬下去，外皮酥香，里面的鱼肉依然鲜嫩多汁。3·8酱的辣先冲上舌尖，接着罗望子的酸味和糖的微甜慢慢在嘴里展开，把辣度糅合成一种又刺激又舒服的层次感。那种酸辣的平衡，正好让人忍不住一口白饭一口鱼停不下来。吃到最后，
盘子底的三八酱混着鱼油，拌饭简直是灵魂搭配。整道菜给人的感觉就是下饭、开胃、热辣过瘾，带着满满的东南亚风情。对，真的香辣美味。是的，这辣度小朋友也能接受。真的。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潮州水果最酷哩，这好吃，嘟嘟喜欢。首先，舅舅要谢谢朋友金玉姐提供的食谱，这食谱成品 Q 弹又不硬，非常适合家中老人及小孩，所以他希望可以通过舅舅的视频与大家分享。谢谢金玉阿姨。首先，在锅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备好100克红葱片，冷油下锅，炉开中火，慢慢将红葱片油炸至金黄色。这冷油的作用是，葱片冷油下锅，随着油温慢慢升起，这样油炸后的葱酥特别香脆，油炸后的葱酥沥干油分，葱油保留，由葱酥摊开，散热后备用。150克粘米粉倒入料理盆中，再加入20克木薯粉及300毫升清水，拌匀后的米浆静置待用。在另一个锅内倒入450毫升清水，半小匙盐，调个底味。另加入20克澄面粉拌匀，勺入2大匙刚沥过的炸葱油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再将炉火打开。开始时，先用中火加热，间中必须不停搅拌，避免糊底。待面糊开始冒烟时，再调至低火。当面糊到一定热度后，会转成半透明状，就像西式的浆糊状态一样。当面糊起小泡时，即可离火。此时面糊热度已够，不需煮至沸腾。趁热将面糊慢慢倒入事先备好的米浆内，边加入边搅拌。加入热面糊的米浆，呈浓稠状。这时候的米浆属半熟状态，已达到了水粉不分离的效果。将米浆过滤备用。取出24个直径6公分的水果模具，在模具内层涂上一层薄薄的葱油防粘。今天这食谱完成后刚好24个。水开，将模具蒸热2至3分钟。时间到，将米浆先拌一拌，再逐一倒入模具内，每个倒至8分满。将蒸笼盖上，大火蒸20分钟，每5分钟开盖散热一次，避免米浆溢出，再继续蒸熟。蒸熟后成品离火，冷却后才能享用。降温过程约2至3个小时。在等待中，我们来给这潮州水果准备份配料。首先，将甜与咸菜蒲碎各80克，全倒入料理碗中，清水浸泡5分钟。口味清淡的朋友，菜脯可浸泡至10分钟。浸泡后的菜脯控干水分，
沥干水分后，倒入热锅内，中火炒干，这过程约3分钟。舅舅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是炒菜脯不见油的小秘步，菜脯经这炒干环节，最后下油时才不会见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待菜脯干生后，这时再加入3大匙葱油，继续将菜脯炒香。嘟嘟，你看看，足够干身的菜脯，一点都不见油。对，这样就不担心被溅伤了。一直炒至菜脯溢出香气，再将30克蒜末倒入。喜欢菜脯配料油滋滋的朋友，此时还可以加入适量的葱油。舅舅今天的做法属油量不多，完成的配料一点也不油腻，一会大家可以看看。炒香后，加入1小匙老抽上色，1小匙白糖，最后是1/4小匙胡椒粉，将配料炒匀。这时候可以先试个味，若口味尚不满意，还可另做调整，一直到满意为止。起锅前撒入一点葱酥拌匀，蒸潮州水果的配料就完成了。拿出冷却后的潮州水果，让大家瞧瞧，完全降温后浮在表面的水蒸气再次被膏体吸收，用拇指掰出个小缝，用线挑或茶匙插入，沿着模具边一刮，轻易就能取出。在水果表面铺上适量的配料，就能开始享用了。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加些辣椒酱，纯属个人喜欢。来吧，嘟嘟，可以开吃了。等一等，舅舅，您忘了加葱酥了。对，再加一点葱酥就更完美了。哇，太诱人了啦！很好看，感觉上很清爽，一点都不油腻。好吧，快尝尝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感觉怎样？好吃吗？有点 Q， 不软不硬，好吃极了。是的，从横切面来看，可以看出膏体内部很细致，粘米粉品质很不错，成品整体很洁白，QQ 弹弹，好吃。希望舅舅有将整个制作过程表达清楚。如果您也有食谱想与大家分享，可以告诉我，会做的舅舅一定给您做。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点您的食谱，做个完整的记录。再次谢谢金玉姐提供今天最酷颖的食谱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大家的观看与留言，我们很快再见。